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 VM 上海观天下频道。好久没做节目了，今天节目的标题是：中国的年轻人都躺平了吗？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就寄托在觉醒的年轻人身上。从现在年轻人读毛选成了时尚开始，到现在如果谁敢在网络上反毛污毛，那马上就一定会被爱国网友群起而攻之。这些年来，每逢毛主席的诞辰和忌日，大家年年都在纪念毛主席，规模一年比一年大。去年2020年12月26日达到了巅峰，是中国人民的节日，是东方的圣诞节，是人民节，是毛泽东日。从北京的毛主席纪念堂到湖南韶山的毛主席铜像广场，无数人民群众从五湖四海自发地纪念毛主席，规模宏大。人民节那天从早到晚，网络上全是纪念毛主席的声浪，几乎没有其他杂音。大家都见证了这个伟大的时刻，那真是非常了不起。其实这实际上是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这个民族在为自己铸魂，在为自己脱胎换骨，以期达到凤凰涅槃的目的。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面貌。改革开放40多年来，那些在毛主席时代被消灭的丑恶现象逐渐死灰复燃，并且愈演愈烈。人民群众吃了爱茶苦，受了爱茶罪。中国人民已经意识到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千年以来中国的屈辱和挨打，不是因为武器，不是因为经济，不是因为国力，而是因为缺乏精神的力量和组织性。当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打遍天下无敌手，我们用极其简陋的武器战胜了全世界最发达的、拥有原子弹的以美国为首的17个帝国主义联军，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辉煌胜利。而同样是中国人，北宋被金国灭国了，有了靖康之耻。迁都杭州之后的南宋被蒙古灭国，但是当时中国的 GDP 和武器装备都超过金国和蒙古。明朝的 GDP 和武器远超当时努尔哈赤统帅的后金，也就是后来的满清。当时的后金向大明王朝宣布7大恨反叛的时候，只有4万战士和仅仅13副盔甲。之后满清入关，坐稳了江山之后， GDP 也是世界第一，超过今天美国占世界 GDP 的比重。但是中国人屈辱被动挨打的命运一点都没有改变。武昌起义推翻满清之后，就是军阀混战，随之而来的就是抗日战争，我们差一点就被亡国灭种了。如果不是东方猴、太阳神，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也早就像其他几个古老文明一样，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中国人民在世界100年未的大变局马上就要到来的时刻，世界格局的重新大洗盘即将开始的时刻，盎格鲁撒克逊人结成了五眼联盟，把矛头对准了我们中国人的危机时刻。我们意识到了危险，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中国人不能够重铸自己的灵魂和思想，不能改变自己的精神面貌，不能够众志成城的团结起来，不能够攥成一个拳头，那么等待中华民族的就只能是灭亡，只能任人宰割，从而再次像晚清时期一样堕入万丈深渊。所以我们这个民族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突然觉醒了，特别是我们的年轻人觉醒了，这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变化。中国年轻人的觉醒就注定了我们中华民族将一定会战胜一切敌人和艰难困苦，并且重返世界之巅。当然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但只要我们中国人民把毛泽东思想这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和灵魂注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思想深处去，那么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国家就一定会像毛泽东时代那样无往而不胜。这些年来，全国各地的人民自发地纪念毛泽东，说明中国人民已经觉醒了，已经被充分地发动起来了。这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情感，人民群众的愿望，人民群众的意志，人民群众的选择。这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它再一次证明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力量源泉，人民才是主宰这个世界最根本的力量，人民才是这个世界的上帝。今天的中国社会，几乎所有的资源都掌握在权贵资本利益集团和所谓的精英集团手里面。从经济到科技，从宣传到舆论，从文化到教育，几乎全社会所有的领域，甚至军队，包括整个的国家机器，
政府、人大、政协、警察、监狱、法院等，所有的资源全部都掌握在权贵资本利益集团手里，而我们普通老百姓则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真正成了无产阶级。我们人民群众被新的三座大山——房价、医疗、教育和养老压得喘不过气来了，真正的吃了二茬苦，受了二茬罪了。但是现在的中国人民觉醒了，人民节正式诞生了，这是人民自发的统一的行动，是任何政治力量都无法改变的。人民节的诞生证明了人民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主人。我们人民群众虽然两手空空，但是人民拥有真理，所以人民的力量就能改变一切。人民就是上帝，人民可以创造历史和未来。特别是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讲，如果能够把自己的青春、把自己的一生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业联系在一起，那么你的人生就是辉煌的。所以今天的年轻人，今天的大学生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只有伟大的时代才能成就伟大的人生，才不至于虚度一生。我最近经常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唤醒我们14亿中国人。现在我看到了自由人民的办法，那就是通过人民节，通过毛泽东节，把毛泽东再次请上神台，成为中国人民的精神图腾，形成大多数人民统一的意志、统一的愿望，以此来把整个民族在情感的基础上形成了统一体。那是最强大的统一体，不仅超过利益的统一体，也超过了理论理念形成的统一体，也证明了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而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现象，一个令人欣慰的现象，那就是中国年轻人的觉醒。年轻人走上了历史舞台的意义，就在于一个国家想要民族复兴，如果没有年轻人参与并且冲在前面当先锋，那么这个民族就永远没有战斗力，民族复兴就无从谈起。只有年轻人的充分参与，才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和成功。2020年初的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国内外的敌对势力从一开始就对我们冷嘲热讽，到后来无底线的抹黑造谣、甩锅推卸责任，以及这些年来国内的各种社会矛盾激化，中国人民背上新的三座大山——房价、医疗、教育和养老，压得中国人民喘不过气来，使得一部分年轻人看不到希望，就选择了躺平。但是这也唤醒了更多的中国青年，他们开始转变了立场，他们开始了战斗，他们选择站在了人民的一边，站在真理的一边。中国的年轻人全面觉醒了。随着年轻人的觉醒，局面将会发生根本的改变。中国的年轻人及时地来到了上纲领的阵地之上，接过了那些左派老同志的旗帜和武器，继续战斗。那么胜利必将属于你们，胜利必将属于中国人民。2021年6月19号，由共青团中央在天津举办的中国青年网络音乐节，参加的人员全部都佩戴着久违了的为人民服务的红色徽章。音乐节从头至尾都在高唱那些久违了的一首首令人精神振奋的红色歌曲，特别是那首由崔苗演唱的带着陕西腔的久违了的东方猴，令人精神振奋。
最后，由郑若琳老师用法语领唱国际歌，全场所有年轻人高声合唱国际歌来接轨。那个场面是相当的令人激动和欣慰啊！我看的是热血沸腾和热泪盈眶。特别是那满屏的弹幕，那都是人民万岁，为人民服务，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让那些资本家在我们的面前瑟瑟发抖吧！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资本主义超镀金，全靠我们自己，夺回我们的劳动果实，先锋队回归，都是年轻人，中国有希望等等一系列的满屏的弹幕都是这些话。现在我就把满屏弹幕的国际歌合唱和大家一起分享。每当我听到国际歌的时候，总是会感到热血沸腾。那歌曲无比的美妙，那歌词真是太鼓舞人心了。看到有那么多中国年轻人高声合唱国际歌，满屏的弹幕，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有希望。Debout les dames de la guerre, debout les forçats de la femme, laissez entendre en son cœur, c'est de la regarde la femme.
谢谢大家，我们依然没有忘却。最后，我用毛主席在1957年11月17日在苏联莫斯科大学和数千名中国留苏学生和实习生的讲话作为结束语：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期，好像早晨8、9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的身上。他还教导同学们说，年轻人应该具备2点：一是朝气蓬勃，二是谦虚谨慎。在讲话中，毛主席纵论天下，旁征博引，提出了世界上怕就怕认真2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的名言。本期讲完了，希望老铁们点赞、留言、转发，谢谢大家。